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从意外变成黑洞的切斯特即将恢复正常，拉尔夫一直在追查的苏蒂尔邦消失案也有了线索。就在不久前，纳什告诉了乔一个重磅消息，他有办法拯救危机中的白瑞，并约闪电侠小队第2天隧道见，众人准时赴约。纳什讲述了关于监视者的故事，监视者诺武在多元宇宙制造恐慌，招摇撞骗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伪神。拯救白瑞的办法也很简单，纳什准备手刃诺武。根据他多年对诺武的研究，隧道的墙后就是次元传送门，通过诺武的老巢。白瑞听完立马开始穿墙，不给纳什解释的机会。如纳什所料，神速力根本无法穿过这堵墙，因为这堵墙掺杂了大量恒金，以此形成了一道立场，神速力的震动根本无法穿越。纳什打算找一个紫外线发射器点亮恒金位置，这样自己就能避开恒金挖进去，而他已经有了想法。纳什在艾瑞斯办公室翻箱倒柜，被住在这的阿莱格纳逮了个正着，手上的探测器瞬间数值爆满。由于阿莱格纳对平行宇宙的事情毫不知情，还把纳什当成了瘸腿威尔斯。纳什寻找了半天的紫外线发射器就是阿莱格纳本人。为了不让姑娘白忙活，纳什用多元宇宙的知识和经历作为交换，一边讲一边来到了隧道，毫无防备地告诉了阿莱格纳，白瑞就是闪电侠，自己的老板是闪电侠的老婆。纳什让他点亮石墙，自己进去干掉诺武。阿莱格纳其实对于杀戮非常敏感，曾经替表姐含冤背了几条命。纳什期待地等着他开灯，阿莱格纳却放弃了，他不想成为纳什的弑神工具。然而这个孩子跑了没几分钟又回来了。纳什突然夏洛克附体，看穿了女孩的心思，说他不使用超能力是害怕自己变成某个人。纳什一边鼓励他，一边用激将法刺激他。当阿拉格纳释放了紫外线后，恒金的位置浮现在了纳什眼前。另一边，切斯特的身体终于稳定了下来，离开了精神增强器的他容光焕发，在实验室里好一阵激动，才打开了电脑，搜索完傻眼了，自己居然已经死了。值班的冰霜才给他慢慢解释了经过。塞西尔帮复活的切斯特解决了银行卡、驾照一系列问题。为了确保切斯特不会突然释放黑洞，塞西尔自觉地负责起了监护，开始怂恿切斯特去找咖啡店的服务员娜塔莉告白，自己可是有读心术的，帮忙泡妞还不是手到擒来呀。在冰霜和塞西尔的合作帮忙下，切斯特叫了份外卖，娜塔莉也是第一次见人要喝12杯咖啡。塞西尔读出了娜塔莉佩服的心理活动，切斯特紧接着开始装土豪。就这样，两人打着配合，塞西尔的读心术不适合谈恋爱，切斯特又是钢铁直男，成功把娜塔莉气跑了。与此同时，白瑞和乔商量着让弹力人继承闪电侠的事儿，还打算明天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来置办此事。当然，这一切最好是瞒着拉尔夫给他一个惊喜。恰好，乔托警局朋友找到了苏蒂尔邦的下落。白瑞为了确保他能够及时参加新闻发布会，假装陪同前行。两人当晚来到了远在千里的另一个城市。线人的照片上是穿着独一无二金色连衣裙的女人，和苏的衣服一模一样。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一家豪华赌场，里面的人是各种商业巨头和黑道大佬。打入这种场合还是拉尔夫最擅长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白瑞戴上了闪电戒指，两人换上007的衣服进入了赌场。当晚，赌场老板还举办了一场晚宴，人口更加密集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两人只能智取。拉尔夫优先找了个妹撩了起来，几句土味情话听得女人有点上头。趁白瑞伪装成房地产老板和女人 talk 的时候，拉尔夫趁机拿走了 VIP 门禁卡。尬聊完后，两个人顺利来到了 VIP 的专属房间。刚一下赌桌，就引起了老板雷明顿的注意。雷明顿为了不得罪任何一个潜在顾客，坐下来和白瑞他们打起了麻将。搓着牌，拉尔夫问起了苏的下落。雷明顿确实认识他，只不过苏已经好几个月没出现了。雷明顿叫来自己的秘书查了一下访客名单，秘书正穿着一身金色连衣裙。确定苏今天不在后，雷明顿也确定了这俩家伙也不应该在，但他也不打算对他们怎么样，只是偷摸告诉秘书让打手给我盯紧他们。感觉苏不在之后，白瑞就想带着拉尔夫回家了，但拉尔夫不打算放弃。他发现今天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混黑道的，和往日来的客完全不同，这完全是罪犯集中营，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秘密。而且他知道，想挖掘真相就不能让闪电侠和伸缩人出场，起码在查明真相之前不能换装。白瑞怕这样会耽误明天的新闻发布会，趁拉尔夫不在，直接穿上战衣开始了地毯式搜索。白瑞什么都没搜到，还被人当场电晕。拉尔夫则打晕保安，在监控室查起线索。
后台数据显示，今晚有一场叫做火环的表演。点进去一看，发现是一种核级别的武器。刚拷贝完资料也被当场打晕，打手不是别人，正是阿莱格纳的表姐伊斯丽萨。两人再次醒来，已经被意志器绑了起来。伊斯丽萨变成了雷明顿的手下，要不是拜瑞擅自行动，也不会触发雷明顿的转化人警报。可既然抓住了，就得好好折磨一下。雷明顿掏出了一个他娘的激光炮，准备给他们来个马杀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要让他们看一下自己的火环表演。一个导弹直接摧毁中城。在雷明顿准备表演的期间，拜瑞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自己没有听拉尔夫的话。看样子反正要死了。拜瑞把新闻发布会的事告诉了拉尔夫，他想在闪电侠死之前为城市找到一个新的守护者。拉尔夫被好兄弟的信任感动了，他只告诉拜瑞一句话：拜瑞本人其实跟闪电侠一样重要，至少他会在危机之后怀念自己的兄弟拜瑞。拜瑞眼角划过几滴热翔，到底是穿着007同款西装。拉尔夫把袖口的扣子拆了下来，扔到了激光炮的边上。一声巨响后，激光炮完好无损，甚至还想开几炮。在摸透了激光炮的规律后，拜瑞配合拉尔夫移动了椅子，抑制器正好被激光炮摧毁。接下来要赶快去阻止雷明顿的表演。这次拜瑞要做真实的自己。雷明顿这边已经召集了所有黑道大哥，将以拍卖的形式卖出火环，还要拿忠诚当小白鼠轰炸一番。此时拜瑞装成醉鬼闯了进来，每次都比别人多1块钱竞价。拉尔夫趁机关闭了火环，拜瑞一酒瓶子敲在了伊斯丽萨头上，捡起盾牌就准备当一回美国队长。拉尔夫这边被雷明顿的电击拳套打得生活不能自理，趁着打倒的空隙，雷明顿启动了火环。1分钟后，中心城将化为灰烬。拜瑞趁伊斯丽萨要偷袭拉尔夫的瞬间，一刀砍断了吊灯，给伊斯丽萨活活砸晕。转身配合拉尔夫的闪光灯打趴了雷明顿，在最后1秒摧毁了火环，拯救了中城。不依靠超能力，哥俩打出了自己的名号。警局也顺利依靠他们的证据查封了雷明顿。另一边，阿莱格纳还在休息，纳什给他买了瓶饮料答谢。阿莱格纳好奇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友善的时候，纳什只是说：“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”说完离开了房间，在门外忧心忡忡地看着阿莱格纳。新闻发布会照常进行，闪电侠没有对世人透露危机，亲自介绍了城市中另一个希望的存在——弹力人。拉尔夫宣讲了自己的职责，表示只要自己人还活着，就别有人想动这城市一根汗毛。说完看了一眼乔，宣布了另一个惊喜，他们请出了拜瑞。拜瑞一脸懵逼的上了台，在乔的宣布下才知道了情况。这个城市有着数不清的无名英雄，比如为警局破案无数的 CSI 探员拜瑞，特此为拜瑞献上了警局的最高荣誉，一是为了拜瑞，二是为了面具下的闪电侠。晚上，拉尔夫给艾瑞斯秀了一下自己的勋章，顺便拿出了雷明顿的其他资料。有些事还是要记者才能引起轰动。拉尔夫刚准备离开，血魔出现在了背后，他要先拿弹力人开刀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